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7月31日啊！今日講下麥當勞叔叔叔啦。咁但係咧講之前咧就要介紹我呢本新書喎。我呢個咧就係貨幣思想與歷史通論：中國經濟史嘅變局與抉擇。呢本書咧已經出版，我喺博客來訂啦，就用6日時間經 DHL 咧就寄咗嚟英國嘅。如果你寄翻香港咧，就可能3-5日就應該收到嘅嚇。咁全球都寄送嘅，喺博客來啊、誠品或者金石堂、墊腳石、樂天等等嘅網上書店平台咧都買到。馬來西亞嘅朋友咧就可以喺城邦花園書店度訂一般嚟講，呢本書出咗2-3年後，我一啲書都會出實體書賣晒啦，就會出電子書嘅。咁但係你等電子書咧，就不如咧買一本實體書啦。我認為呢本書咧可以經得起時代考驗，30年後、50年後、100年後，呢本書應該係會有一啲嘅價值嘅咁我用咗23年寫，有3位學者審查推薦啊，即係你知網上一定有啲網上噴子係喺度踩你㗎，無論如何都踩你。咁呢度有3位學者推薦嘅，一位就黃少強教授，東吳大學前人民社科學院院長；第二位咧就係魏玉平教授，就係現任嘅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楊永漢博士就係孔聖堂禮仁書院校長。3位學者審查推薦，咁希望你哋即係買翻本啦，支持下。今日講金拱門同麥當勞嘅故事啦，我要分清楚先。麥當勞我就叫老麥，老麥咧就係解釋喺美國嘅總公司叫老麥，金拱門咧就係中國同香港嗰間係分開嘅，咁要搞清楚呢個 logic 先。因為咧，我今日要講嘅嘢咧，呢幾日好多人好似都講過，但係咧我提出嘅角度咧係完全不一樣嘅。而家老麥咧，即係美國嘅總公司就打算賣咗香港21間鋪。咁佢係點賣咧？佢就首先分階段賣，第一階段咧就賣咗8間，包括星光行地標性嘅鋪頭仲有咩荃灣堅尼地城大角咀等等等等呢啲地標嘅。最重要就銅鑼灣同埋旺角啦，喂，佢哋有6800尺至19000尺不等喎，咁估值咧就係犀利啦，呢度加埋咁多間鋪，30億呢度咧呢啲鋪咧其實就係由1970幾年開始啦，麥當勞注入香港之後就買嘅，老麥咧就唔單止喺香港做生意，仲買埋鋪，自己租翻自己嘅鋪，咁所以咧佢哋就係過去幾十年咧咁樣方法賺咗幾筆錢。第一筆錢咧就係呢個嘅麥當勞咧自己生意嘅賺錢啦。第二筆錢咧就係麥當勞香港就租翻麥當勞美國總公司嘅鋪位，咁所以美國麥當勞咧又賺作為業主嘅錢。第三筆咧就係咧啲鋪頭呢幾十年升值噶嘛，呢50年香港嘅鋪升值何止10倍係咪啊？咁咧佢哋賺大錢其實係。咁去到2017年啦，個故事係咁。2017年香港同中國嘅麥當勞就由美國嘅老麥咧賣咗俾一間公司，呢間公司咧其實就分別由中信啦同埋另外一個基金咧係合資嘅，控制咗呢個嘅金拱門啦超過52%。咁控制咗金拱門超過52%，而美國嘅老麥咧只係保留20% 金拱門嘅生意嘅股權。呢個就係2017年嘅故事，咁即係代表咩？2017年嘅時候，香港嘅麥當勞同中國嘅麥當勞咧，就係美國麥當勞就係要撤資，要減少香港嘅麥當勞同中國麥當勞嘅股份，佢撤咗資嘅。其實2017年，但係咧呢個撤資咧，去到2023年咧，佢後悔喎。後悔嘅原因係咩咧？因為咧呢個中港麥當勞嘅大陸嘅麥當勞越開越多，生意越嚟越好。咁變成咗咧，佢哋佔嘅股份咧得2成，唔着數喎因為咧而家咧美國嘅總公司麥當勞咧，佢哋嘅生意額係點樣分配咧？有41% 嚟自美國本土嘅，然後咧有48.7% 咧嚟自國際市場嘅。國際市場即係包括英國歐洲加拿大呢啲國際市場啦，就大過美國本土嘅。咁但係咧剩翻10% 咧就係國際授權嘅 franchise。就包括咧金拱門啦，即係中國同埋香港嘅生意。所以咧，美國嘅老麥總公司咧就賺香港3筆錢。第一就係呢個嘅國際授權市場管理，賺第一筆錢啦，就係佢管理香港嘅費用。OK， 即係你要俾翻 franchise fee 呢個嘅美國老麥公司嘅。第二筆錢咧就係佢哋嗰啲訂貨嗰啲油或者係嗰啲玩具嗰啲啦，就要美國總公司訂啦。第二筆錢，但係嗰啲錢好少嘅啫。第三筆錢咧就係咧
美國嘅老麥咧都仲擁有金拱門20%嘅股份啊嘛，咁佢哋會賺到啲分紅啊嘛。咁但係三筆錢咧就形成咗老麥美國總公司對中港麥當勞嘅一啲嘅利潤啊。但係去到2023咧，即係2017至2023呢6年啊，中國嘅麥當勞越開越多，即使疫情嘅時期咧嘅生意咧都好快 V 型反彈喎。美國麥當勞喺中國嘅生意，咁所以喺23年咧，美國嘅老麥咧就回購多20%嘅股份啫喎，佢係再回購多20%幾嘅股份，咁啊而回購嘅價格咧係貴咗好多噶。點解啊？就因為當日咧你賣出去嘅時候，人哋係冇咁多間鋪嘅，你賣咗俾人，人哋用咗6年時間就開多咗好多鋪，所以咧佢喺2023年嘅11月20號，佢係增持多28% 嘅股份，問咗呢個叫海雷集團啊買翻嚟咁啊作價咧就係18億美元嘅。就俾佢當日賣出去嘅時候咧，其實係貴咗好多。咁即係咧呢個故事係咁樣嘅。美國嘅老麥咧，佢喺2017年睇淡中國同香港賣，但係2023年佢就睇好翻美國嘅麥當勞咧，就睇好翻呢個嘅中國同香港嘅生意喎。佢回購翻股份。咁但係去到2025年啦，而家哇佢又睇唔好香港嘅後市喎，佢要賣香港嘅鋪。咁點解咁反覆嘅咧？咁其實我詳細睇個麥當勞盤數咧，佢就並不是這麼反覆嘅。佢原來做所有嘢咧都有一定嘅理由嘅。個理由係點解咧？因為你睇佢而家公司咧，喺美國嘅生意喺今年2025年嘅 Q1 第一季係比舊年跌咗3.6% 生意，即係美國嘅麥當勞都生意少咗喎。香港嘅麥當勞咧嘅生意咧少咗，亦都係可以預料喎。個原因係點解咧？因為實體鋪咧，啲人咧就而家少咗去實體鋪啦。麥當勞啲人都大個啦，唔去嗰度開生日會啦，係咪？咁啊，更重要就係因為外賣平台全世界都有噶啦。麥當勞咧實體鋪嘅生意細咗，佢哋唔需要咁大個鋪位。喺香港而家賣嘅鋪咧就6000幾尺至10000幾尺不等，根本唔需要咁大個鋪位，坐唔密滿嘅啲人，或者坐咧啲人係唔幫襯嘅，齋坐涼冷氣嘅。而家好多人食麥當勞就係嗌外賣 ，call Uber Eat，call 呢個嘅delivery，call 呢個其他嘅平台，全世界都係嘅。咁啊變成咗咧，實體店冇需要咁大間。呢個係最麥當勞賣鋪主要嘅原因，係因為經濟結構性嘅轉型，實體店嘅需求係減低。而喺香港嘅麥當勞咧，就由金拱門，即係中資控制嘅金拱門啦，向美國嘅老麥總公司租佢哋嘅鋪位啊嘛。咁但係咧，金拱門梗係發覺唔對路啦。而家因為去實體店嘅人啊少咗，第一，第二咧，香港有佢嘅特殊性，就係好多人咧就齋坐唔幫襯，夜晚喺度過夜，成為呢個嘅麥當勞嘅一啲難民啊！麥當勞難民嗰啲遊客或者係嗰啲香港本地嘅一啲無家可歸嘅人，就麥當勞去瞓覺，就唔幫襯，買一杯嘢飲就捱一晚啦。喂，呢個就係佢哋嘅現實喎，所以金拱門可能就會考慮唔再租美國麥當勞咁大間鋪喎，可能將來合約到期嘅時候就換細鋪，換一間堂食坐10零人咪得咯，主力做外賣係咪啊？唔需要可以幾千尺10000尺嘅喎，所以而家美國老麥嘅總公司要賣咗一啲鋪咧，其實係因為我認為係結構性嘅轉型，就由呢個嘅實體店變成咗網上生意為主。麥當勞係網上落單送去你屋企，送去公司寫字樓，唔需要去實體店度消費啦。咁呢個楊秀成啊，當年係接受陶傑嘅訪問啊嘛，同佢對談喺商台度就講啦，佢話阿霆鋒賣鋪咧就唔同買樓，賣樓咧就買樓越起越多嘅，所以樓價升極有限。但係賣鋪啊唔同喎，賣一間就少一間啊，香港，所以賣鋪就保值啊。佢教霆鋒教祖兒要賣鋪。呢個係過去50-60年香港個故事，但係而家個故事係轉變咗啊嘛！而家個故事買鋪係蝕到你 PK 啊！個原因就係因為網上消費打死咗，第一，第二就係呢個有啲人北上消費又打死咗啲鋪，咁所以變成咗咧啲大業主咧揸咗好多鋪嗰啲咧，而家就要沽貨。麥當勞要沽20幾間鋪，就代表乜嘢啊？麥當勞係冇 call loan 嘅問題㗎。美國老麥總公司佢啲鋪係由70年代開始買到去10幾年前，全部都係幾十年啦，平均揸咗升咗幾十倍嘅啲鋪，所以咧佢哋沽咁多鋪出街咧，
就變成咗其他人咧諗住賣鋪嗰啲人咧就有極大壓力啊！有極大壓力咧，佢哋就要再減價，好似湯文亮嗰啲即係紀惠集團佢哋咧就要問銀行借錢買鋪噶嘛。咁面對住麥當勞沽鋪咧，佢哋梗係要劈價啦。咁但係佢哋劈價嘅時期，銀行又 call 地窿啦。咁佢哋會點啊？佢哋咪賣自己自住物業咯。所以湯文亮點解要賣自家物業、自己屋企住嘅自住樓咧？就係要救鋪市同埋救呢個寫字樓。寫字樓係另外一個問題啊。主要要救鋪市啦。今日就講。咁所以咧變成咗係一個連環效應。麥當勞賣鋪，然後街上面啲鋪又減價，減價銀行又會 call 嗰啲大業主個窿。啲大業主咧，佢哋賣無可賣，就只會賣咗自己嘅住宅物業出街。咁住宅物業供應又多咗，又會跌。個火燒連環船呢個就係。咁麥當勞而家呢一刻去買呢，佢以前係睇錯市。2017年佢認為中國同香港個麥當勞生意好難再增長啦，但係結果嗰6年係增長得好犀利，所以後來佢就貴價買翻2成幾嘅股份，28% 股份。而家咧美國老麥咧就控制金拱門48% 股份嘅，52咧就由中資控制。咁所以咧生意咧佢覺得可以繼續做嘅，喺中國同埋喺香港嘅生意，但係個鋪就唔能夠繼續揸。個鋪唔能夠繼續揸嘅原因就係因為生意會轉型，外賣嘅生意多咗，堂食嘅生意咧就蝕，燈油火蠟就會蝕。呢個係我分析出嚟咧最後嘅結論。咁佢係第二個原因就係而家呢刻賣鋪就係認為香港嘅鋪市咧係會走向末日崩盤，因為所有嘢都會係呢個大嘅潮流底下轉型嘅潮流底下網上 order 嘅情況底下會萎縮，仲有北上消費嘅情況底下萎縮。咁所以麥當勞賣鋪，第一就火燒連環船，第二就係整體香港嘅街鋪嘅零售業其實都係會消亡嘅，喺呢一個大潮流底下消亡，就係網購同埋北上消費嘅大潮流底下消亡。咁啊，所以失業率就因為過去幾十年啦嘅香港失業率有升有跌啦，但係香港幾十年嚟未試過有咁大規模移民潮。移民潮之後咧，就令到失業率咧都上升，但係就上升極有限，3點幾%，就因為走咗幾十萬人。如果冇走幾十萬人，香港失業率可能就5、6、7、8%噶啦。咁當然，如果冇走幾十萬人，啲人會消費，可能又冇咁多人失業都唔出奇。咁但係咧，事實就係走咗幾廿萬人，加上信心不足，加上呢個嘅結構性轉型，加上北上消費，所以香港嘅零售業咧會喺未來嗰幾年係海嘯式執笠。喺過去嗰幾年咧就執一間都會開一間嘅，咁但係可能嚟緊咧就唔會啦，執一間就唔會開一間。過去嗰幾年咧就執10間話開16間嘛，但係執10間實體店就開翻16間網店，或者咧開嘅實體鋪咧都係啲好細間嘅。未來連可能好細間嗰啲都唔會開，嗰啲都捱唔住。大鋪就一定係捱唔住啦。你咁貴租嘅情況底下，麥當勞都捱唔住啦，其他人捱得住咩？咁所以呢個就係香港嘅故事。所以湯文亮咧佢寫一篇文，佢又話喂，啲 KOL 啊係解錯咗喎，啲 KOL 咧就話咧23個鋪啦賣，以為係對香港冇信心，其實唔係喎。佢話其實係香港信心十足，有利香港。即係湯文亮佢咁樣講咧，好笑。個故事頭先我解釋清楚，佢2017年嘅時候對香港同中國冇信心賣，但係2023年咧疫情後啊嘛，報復式反彈啊嘛，佢認為對香港同埋對中國有信心，所以佢入翻28% 嘅股。但係去到嗰陣，因為係一個 package 嚟，佢對中國同香港有信心，入28% 嘅股。但係而家25年佢淨係賣香港嘅鋪，所以其實咧美國個老麥係對金拱門咧喺大陸嘅生意有信心。但係對香港嘅生意係冇信心，佢分開咗嚟睇喎，佢係沽香港嘅鋪，係對香港冇信心，所以湯文亮係搞錯咗呢件事嘅邏輯，佢對大陸有信心，大陸咧啲人都會繼續食麥當勞嘅，食金拱門嘅，越開越多間添，但係香港就唔同啦，香港只會萎縮，因為有麥當勞難民，冷氣費蝕埋俾佢，清潔費蝕埋俾佢，嗰啲自由行嚟香港咧喺麥當勞度瞓覺。24小時麥當勞，咁而朝頭早有啲人咧買一杯咖啡就坐一個晏晝就涼冷氣，咁呢啲咁嘅生意梗係做唔落啦。所以呢個香港金拱門可能計劃嚟緊唔再租大業主美國老麥嘅麥當勞咧，
佢麥當勞叔叔佢叔咧係有呢個嘅結構性轉型嘅道理，所以今日解釋咗呢個社會經濟。所以你如果想睇下我點樣研究社會經濟咧，你就買翻呢本書《貨幣思想與歷史通論》。多謝大家支持，好平嘅啫，好似400幾蚊台幣嘅啫。如果寄到嚟香港都係100幾200蚊嘅啫，我諗係。咁希望大家支持啦，知識有價，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呢個嘅參考資料啦、文字摘要、聲音檔同埋獨家嘅內容，同埋有優先睇嘅功能，希望大家支持。今日講到呢度，拜拜。